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亡国之君的艺术人生。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长卷中，有400多位皇帝粉墨登场。他们或是开疆拓土的雄主，或是守城持重的人君，当然也不乏昏庸无道的暴君。然而，在这浩如烟海的帝王群像中，宋徽宗赵佶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。他是一个无法被简单定义的君主，他的生命充满了极致的张力和无法调和的矛盾。作为政治家，他无疑是彻底的失败者。他在位25年，任用奸佞，穷奢极欲，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，自己也沦为金人的阶下囚，客死异乡，留下了靖康之耻这一汉民族历史上难以磨灭的伤疤。然而，作为艺术家，他又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巅峰。他自创瘦金体，笔法犀利，独步天下。他主导的宣和画院将中国工笔画推向了写实与诗意并重的极致。他的审美趣味直接催生了汝窑那天青色的绝唱。如果剥离皇帝的外衣，他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全能艺术家之一，但命运的荒诞在于，恰恰是这身龙袍既成就了他艺术上的无限资源，也注定了他政治上的万劫不复。这种极端的矛盾如何集于一身？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昏君误国的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错位的灵魂如何在权力的巅峰与艺术的幻境中迷失，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。如果我们要理解赵佶，首先要回到他并未成为皇帝的那些岁月。赵佶是宋神宗的第11个儿子，按照封建礼法，皇位与他原本是无缘的。这种边缘的身份反而给了他极大的自由度。在重文抑武、文化极度繁荣的北宋汴京，这位端王赵佶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琴棋书画、蹴鞠骑射之中。他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，但又不是那种只知声色犬马的俗物。他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极度敏感的审美神经。史书记载他轻佻，这不仅是指他行为上的放浪，更深层地指向了他性格中的某种特质，对沉重责任的回避和对感官愉悦的极致追求。这种性格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灵感的源泉，因为艺术往往需要打破常规，需要对细节的极度敏感和自我表达的强烈欲望。但对于一个帝王来说，这种性格却是致命的毒药。帝王术讲究的是平衡、隐忍、厚重，讲究的是藏锋，而赵佶的一生，无论是在书法上还是在政治上，都在不断的露锋。元符3年，年仅25岁的宋哲宗驾崩，没有留下子嗣。在向太后的主导下，赵佶被意外地推上了皇位。宰相张敦当时曾极力反对，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：端王轻佻，不可以君天下。历史证明了张敦的毒辣眼光，但历史没有给北宋后悔的机会。赵佶就这样带着艺术家的浪漫天性，跌跌撞撞地闯入了波诡云谲的政治中心。登基之初的赵佶或许也曾想过要做一番事业，但他的思维方式始终是艺术化的，而非政治化的。这在他最引以为傲的书法成就瘦金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中国书法讲究中锋用笔，讲究藏头护尾，崇尚的是含蓄、敦厚、圆润，这与儒家中庸、内敛的政治哲学是一脉相承的。颜真卿的字宽博雄浑，代表了盛唐的气象；苏东坡的字天真烂漫，代表了士大夫的旷达。然而，赵佶的瘦金体却完全背道而驰。你看那瘦金体的字，笔画瘦劲，如金钩铁划，运笔极其锋利，撇如匕首，那如切刀，每一个转折处都棱角分明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傲慢和犀利。他完全抛弃了传统书法中藏的教条，把所有的锋芒都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。这种字体极度美艳，极度精致，由于笔画极细，对控笔能力的要求极高，稍有颤抖便会破坏整体的美感。字如其人，瘦金体映射出的是一个极度自恋、极度自信，甚至带有某种神经质般控制欲的灵魂。这种控制欲在纸面上创造了绝美的秩序，但在朝堂上，这种任性与对形式感的盲目追求就演变成了对权力的滥用。他讨厌那些喋喋不休劝谏的政治大臣，就像讨厌一幅布局杂乱的画作。他喜欢蔡京、童贯这样的人，不
不仅因为他们善于迎合，更因为蔡京本身也是一位书法大家，他们在艺术有着共同的语言。在赵佶看来，政治似乎也应该像书法一样，可以由他随心所欲的挥洒，只要形式上漂亮，比如举办盛大的庆典，修建华丽的宫殿，制造太平盛世的幻想，那就是成功的。他用艺术家的眼光去审视帝国，把复杂的社会治理简化为了对形式美的追求，这无疑是灾难性的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暂时将目光从腐朽的朝堂移开，投向他主导的宣和画院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、令人肃然起敬的赵佶。在这里，他是绝对的权威，是导师，是校长，是当之无愧的画坛领袖。宋代的绘画艺术在中国历史上本就是一座高峰，而赵佶则亲自将这座高峰推向了云端。他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级美术学院，将绘画考试正式纳入科举制度，让画家也能像文官一样穿上红袍，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。这在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古代中国，简直是破天荒的创举。赵佶对画院的管理极其严格，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。他提倡格物致知，要求画家对自然界进行最精细的观察。有一个著名的故事，宣和殿前种着荔枝树，赵佶命画师们写生。其中有一幅画得极好，但赵佶看了一眼就说错了。画师们不解，赵佶指出，荔枝树在春天开花，但这幅画里却画成了秋天的景色，而且孔雀登高必先举左腿，你画的是举右腿。众人惊骇，去观察孔雀，果然如皇帝所言。这种对写实的极致追求，直接促成了宋代工笔花鸟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精确性。在现存的《芙蓉锦鸡图》等作品中，鸟类的羽毛层次、眼神的灵动、爪子的质感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。但赵佶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不仅仅满足于象，他更要求雅，要求画中有诗。他改革了绘画考试的题目，不再考具体的物体，而是考诗句的意境。比如踏花归来马蹄香，如果画师只画马和花，那就是下品。得奖的作品画的是几只蝴蝶追逐着马蹄飞舞，这就用视觉表现了嗅觉，充满了诗意。又比如深山藏古寺，庸手绘画一座庙在山林里，而高手的画作里看不见庙，只画了一个小和尚在深山溪边挑水，古寺之藏意跃然纸上。通过这些手段，赵佶确立了一种精致、典雅、富丽而又不失文人情趣的官方审美标准。他不仅自己画，还亲自指导，甚至亲自为画院的作品题诗盖章。现存的《瑞鹤图》就是他艺术与政治理想结合的典型。画面上方是湛蓝的天空，18只白鹤在宣德门上空盘旋，姿态各异，几乎有着解剖学般的准确。下方是庄严的宫殿屋脊。他在题跋中称这是祥瑞之兆。对于他来说，这幅画不仅仅是艺术品，更是他粉饰太平，确信上天眷顾大宋的证据。他沉浸在这种由丹青构建的虚幻盛世中，不愿醒来。这种对美的极致追求延伸到了器物领域，便诞生了汝窑。赵佶崇尚道教，道教崇尚清净无为，道法自然。传说赵佶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雨过天晴，云魄处露出一抹神秘的天青色。醒来后，他便下令烧造这种颜色的瓷器，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。汝窑的烧制难度极高，要在釉中加入玛瑙末，对火候的控制要达到毫厘不差。汝瓷没有繁复的花纹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，全靠器型和釉色取胜。那种温润如玉、含蓄内敛、似蓝非蓝、似青非青的色调，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中极简的最高境界。与后来清代乾隆时期那种大红大绿、繁复堆砌的审美相比，赵佶的审美格调高出不知凡几。然而，这种追求完美的代价是巨大的财政消耗。汝窑专供宫廷，残次品全部打碎深埋，严禁流入民间。为了这一抹天青色，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。这正是赵佶悲剧的根源所在。极致的艺术需要极致的资源堆砌，而当这种资源来自于一个庞大的帝国时，艺术就变成了暴政。赵佶对奇花异石有着病态的痴迷。为了在这个平原城市汴京建造他心中的人间仙境，
艮岳，他设立了苏杭应奉局，专门搜罗江南的奇士名墓。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花石纲。为了运送一块巨大的太湖石，官员们不惜拆毁桥梁，凿坏城墙，沿途逼迫百姓服役，导致无数人家破人亡。艮岳不仅仅是一座园林，它是赵佶心中艺术理想的实体化。他亲自参与设计，将他对山水画的理解搬到了现实中。艮岳里有悬崖峭壁，有深谷幽潭，养着珍禽异兽，每一块石头的位置，每一棵树的角度都经过精心布局。从艺术角度看，艮岳无疑是中国园林史上的杰作，是立体山水画的巅峰。但从政治角度看，它是压垮北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方腊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花石纲对东南地区的残酷掠夺。赵吉天真地以为，只要他在艮岳中营造出了仙境，大宋的江山就会像这园林一样永固。他甚至在金兵南下、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，还在宫中与道士们做法，相信神兵天将会从天而降。这种将幻想与现实混淆的思维模式，是典型的艺术家式的幼稚。他不懂得，美的背后如果缺乏力量的支撑，就是最脆弱的琉璃。公元1127年，金兵攻破汴京，繁华的东京梦华瞬间破碎，赵佶精心营造的艺术帝国在铁骑下化为乌有。艮岳的奇石被金人用来做攻城的炮弹，珍禽异兽被宰杀充饥，宣和殿里的万卷图书、无数名画被抢掠一空或付之一炬。赵佶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教主道君皇帝，脱去了龙袍，受尽了屈辱，被押往遥冷的北国。这是他人生中最残酷的转折，也是他作为一个人情感最真实的时刻。在被押送的途中，在五国城的囚室里，赵佶再也画不出那些富丽堂皇的花鸟了，再也写不出那些锋芒毕露的瘦金体了。面对家国破败、妻离子散的惨状，他的笔触变得凄凉沉重。他写下了彻夜西风汉破飞，萧条孤馆一灯微，家山回首3000里，暮断山南无雁飞这样断肠的诗句。这时候的赵佶像极了南唐后主李煜，两人都是亡国之君，都是艺术天才。李煜亡国后写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赵佶则在北国的寒风中哀叹，在这以前哪知道这番滋味。苦难摧毁了他们的皇权，却升华了他们的艺术感悟力，但这代价实在太过沉重。在五国城的最后岁月里，赵佶衣食不周，甚至要像普通囚犯一样忍受辱骂。据说他死后，尸体被金人放在石坑上焚烧，以此来提炼灯油。那个曾经非天青色乳瓷不用，非龙肝凤髓不食，追求极致洁癖与雅致的艺术家皇帝，最终落得如此下场。这种强烈的反差构成了历史最无情的嘲弄。赵佶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位置的错配。正如《水浒传》里所说，这端王乃是浮浪子弟，门风帮闲之事，无一般不精，无一般不晓，更难得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玩耍，颇能诗书辞赋。如果他只是一个亲王，他会是汴京城里最快乐的富贵闲人，他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名垂青史的一代宗师，他的瘦金体，他的画院，他的审美会毫无争议地被万世传颂。但历史没有如果，他坐在了需要冷酷理性和铁血手腕的龙椅上，却用艺术家的感性、任性和浪漫去治理国家。他把国家当成了他的画布，以为可以随意涂抹修改；他把百姓当成了他园林里的点缀，以为可以随意摆弄。他看不见盛世繁华下的危机，听不见饿殍遍野的哀嚎。他的眼里只有那只孔雀抬腿的姿态是否优雅，只有那块太湖石的皱褶是否完美。赵佶的艺术人生是辉煌的，他开创的审美范式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基因。瘦金体的鼓励，工笔画的精微，汝瓷的极简，都成为了中国美学的高峰。但他作为皇帝的人生是彻底黑暗的，他的昏庸给千万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这种极端的矛盾集于一身，让我们在面对赵佶时心情总是复杂的。我们惊叹于瑞鹤图的绝美，却又无法忘记这美景背后靖康之变的血腥。我们沉醉于瘦金体的锋芒，却又不得不感叹这锋芒割裂了北宋的江山。或许宋徽宗赵佶就是上天跟大宋开的一个残酷玩笑。
他用一生的时间证明了一个道理：艺术的极致是个体的自由与解放，而政治的极致是群体的秩序与责任。当绝对的艺术追求掌握了绝对的政治权力，毁灭便不可避免。他用一座帝国的废墟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艺术的丰碑，这丰碑光芒万丈，却也寒气逼人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赵佶的身影渐行渐远。他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价值连城的书画瓷器，更是一个关于才华与命运、权力与欲望、美与毁灭的永恒警示。当我们凝视纳兰的令人心醉的汝窑瓷片时，是否能听到那来自1000年前便京城的繁华笙歌，以及那来自五国城冰天雪地里的最后一声叹息？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。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